安徽男子将价值2亿的祖宅以3万元的超低价卖给了美国人，转手就被全部拆解打包搬运到了美国，连院中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都没有放过，如今成为了美国迪美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每天前去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这座价值连城的古建筑，男子为何只以3万元的价格售出？拆解复原后的古宅还和之前一样完好无损吗？2003年，一座名为阴鱼堂的徽派建筑意外出现在了美国一家博物馆的中国展区。高屋建瓴，白墙灰瓦，无数美国人被中国传统建筑之美而深深折服。可也有不少人好奇了，中国徽派的建筑怎么会出现在美国博物馆呢？脑海中第一个出现的念头，这会不会是之前战争时流落海外的？然而真相让人意想不到，不是强取豪夺，也不是偷抢拐骗，而是美国人从中国人手里买过去的。阴鱼堂坐落于安徽省黄石山休宁县的黄村，距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建造这座古宅的是当时一户黄姓的富商，据说他们还是唐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的后人。经商赚到钱以后，黄家就在祖宅上建造这样一座宏伟的徽派建筑，占地面积高达4500平，有16间卧室，还设有中堂、储藏室、天井等，足足花费了25年才建造完成。黄家家主甚至还为它取名阴鱼堂，就是希望这座房子能够庇佑黄家的子孙后代。自此以后，黄家8代子孙都在这里生活，阴鱼堂也依旧屹立不倒。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老建筑周围逐渐凋零，人们不得已要出去讨生活。黄家子孙开始到上海做生意，最终也在当地落了脚。安徽老家的古宅长时间不住人，逐渐变得荒凉，甚至慢慢变成了危房。要修缮这样一座老房子，需要不小的费用。当地有不少人都是直接拆了重建，还是按照着古老的徽派建筑风格。黄家人甚至还为此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推倒重建需要一大笔费用。最重要的是，一大家子都在外面定居了，根本不会在这里常住。有人就提议将房子推倒，但是这座古宅寄托着先祖对子孙的希冀，还承载着一个家族的历史，众人都觉得于心不忍。可想要维持原状，则必须经常进行修缮，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难道就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吗？就在这时，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座建筑的命运。安徽男子将200年的祖宅3万元卖给了美国人，美国人耗时7年，斥资1.25亿美元将其拆解并带回美国，连同脚下铺垫的石砖也全部打包带走，重建后成为了美国迪美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座价值连城的古建筑为何只以3万元的价格售出？拆解复原后的古宅还和之前一样完好无损吗？1996年，美国人白灵安到中国安徽旅游，一进来就被这里的徽派建筑给吸引。他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阴鱼堂的命运。白灵安从小就对中国传统建筑十分感兴趣，他此次来安徽的目的不光是为了一睹徽派建筑的风采，而是为即将筹备的美国博物馆中国展馆做准备。他心想，如果将这样一座精美的建筑带回美国，肯定会成为展馆中最瞩目的存在。当时阴鱼堂允许自由参观，前来打卡的游客也不在少数。就在黄家人为阴鱼堂的去留争论不休时，角落里的白灵安突然站了出来，称他可以将这座建筑买下，这顿时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不过黄家人一口就否决了，这是祖上的东西，说什么都不能卖给一个美国人。白灵安看出了黄家人的担心，称自己买下这座建筑以后，会竭尽所能地保留它的原貌，甚至还会给它最专业的保护，让它成为一件令人仰望的艺术品。这话顿时让黄家人心动了，黄家人也没有漫天开价，而是以3万美元的低价卖给了白灵安。
当时各地都在发展经济，对于文化的保护还有欠缺。当地政府知道这件事以后，非但没有阻止，甚至还帮助尽快完成了这笔交易。白令安非常的开心，他明白有了这座建筑，博物馆的这场展出一定会非常耀眼。不过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如何将这座建筑给带回去呢？经过多方专家的商议，最终还是决定拆解运输，等到美国再进行组装。历经几个月的时间，拆解工作才算完成。殷余堂一共拆下了2700块木件、8500块砖瓦和500石件。此次运输花费1.2亿美元的巨资，然而更大的难题还是拼接。美国人还特地请了中国古建筑专家，历经数年，他才恢复原貌。然而他一完成，就成为了美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前去参观。每一个前去的美国人都被中国建筑的美给震惊了。看到这些人的赞叹，白令安知道他的决定没有错，而这座建筑也成了当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虽然文物流失是不幸的，但遇到白令安却是殷余堂的幸运，要不然世人可能再也见不到这座精美的建筑了。